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最大胆的思想实验。如果让你用今天的认知去亲历1929年那场史诗级的疯狂，你会如何下注？这不是一个关于暴富的幻想，而是一场关乎人性、策略和周期的严肃推演。因为投机的故事总在重复，但价值的逻辑却能穿越百年。这里是金猫桃史，我是易峰。现在请忘记眼前的一切喧嚣，让我们重新一起回到那个黄金与阴影交织的起点。站在1929年春天的纽约，空气中弥漫着爵士乐和一种近乎疯狂的乐观。汽车、电话、收音机，这些技术是新时代的信仰，也是股市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几乎每张桌子都在谈论股票。一个衣着体面的男人在兴奋地向朋友们介绍着一种当时最流行的玩法——保证金交易。听到这儿，我后背一阵发凉。公平地说，他的乐观在当时并非毫无根据。企业盈利屡创新高，工厂工资总额达到了历史巅峰，各项经济数据看起来都无比强劲。但我脑中的历史知识告诉我，它就是引爆一切的雷管。简单来说，就是加杠杆。你只需要拿出10%的钱，剩下的90%找券商去借，就能买下价值10倍以上的股票。在一个只涨不跌的幻觉中，这简直就是印钞机。当时全美通过这种方式借出去的钱就超过了85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市面上流通货币的总和。手握历史剧本的我知道，这场派对在秋天将会以最惨烈的方式收场。身处于历史洪流之中，我的困境也同样现实。我身无分文，我脑子里的财富密码无法直接兑现。此刻，我必须拿到一张能坐上牌桌的门票。我锁定了一个靠汽车配件发家的商人，他叫阿瑟。他也将股市的盈利奉为圭臬，并认为自己是投资之神。在一个午后，我终于找到机会与他对谈。那个年代的人更信赖有形的工厂和资产。年轻人，别给我讲这些虚的，告诉我哪家公司的股票能涨。我换了个说法，阿瑟先生，您会为您的工厂买火灾保险，对吗？哪怕火灾的失火概率很小，那您为什么不为您的财富大厦买一份崩盘保险呢？我建议您用您利润中一个极小的比例来建立一个反向头寸。如果市场持续上涨，您损失的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保险费，但如果那个万一的风险发生，它将是保护您全部身家的唯一防线。这个概念就是做空。他被这个新奇的说法勾起了兴趣，这是一种他从未听过的风险描述。当他将5000美元打入到我的账户里时，我感受到的不是喜悦，而是一把冰冷沉重的手术刀。随着计划的进行，我能做的也只剩下等待历史如期而至。我将成为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见证者。时间来到1929年的夏末，市场进入了最后的疯狂。9月3号，道琼斯指数攀升至381点的历史之巅。我开始逐步建立空头头寸，选择的都是那些被炒得最离谱、泡沫最大的公司。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了。这段时间是我精神上最受煎熬的时期。我下的每一笔空单都在对抗全世界，账户每天都在亏损。阿瑟的电话从每天1次变成每天数次，语气从最初的好奇变成了严厉的质问，最后是对我毫不掩饰的指责和愤怒。周围人的成功案例无时无刻不在动摇着我的信念。在最黑暗的时刻，我只能坚信，守住理性和原则，做当下最正确的决定。这一天将被历史永远铭记。华尔街开盘的钟声敲响的不是财富的赞歌，而是无数人破产的丧钟。还记得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叫约翰的中年人吗？几个月前，他坚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将会涨到天上去，并通过保证金交易进行投资。开盘后，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价开始断崖式下跌，恐慌迅速蔓延。
到了上午11点，约翰那价值10万美元的股票在市场上只值7万美元了。此刻，券商们向约翰发出的追加保证金通知，他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补足至少2万美金的现金，否则将被强制平仓。最后，由于约翰无法补足现金，那7万美元的股票被券商以不计任何成本的价格抛售。同样的场景，在同样的一天的数个小时里，在美国上演了数百万次。这一天，有史以来创下纪录的1640万股股票像海啸一样被抛向市场。这股巨大的、源源不断的卖盘把股价的价格砸得极低，而这又触发了下一轮更多的人追加保证金通知和强制平仓。卖出导致暴跌，暴跌又导致更多的卖出。而在我的账户里，数字正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速度向上翻滚，浮亏被抹平，然后是10倍、20倍的盈利。此刻，阿瑟的电话终于打来，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一般的沉默。最后，他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混杂着敬畏和恐惧的声音问道：“年轻人，你到底是谁？”我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但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我没有感到狂喜，我知道这每一分钱都对应着某个彻底破碎的家庭和彻底毁灭的人生。真正的财富在于创造。崩盘之后是长达3年的大萧条，失业率飙升到25%，股市从381点的顶峰一路跌到1932年夏天的41点，跌幅接近90%。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因为我知道，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看清经济规律和人性底色，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而这正是我眼中100年难遇的机会。我的身份从一个世纪大空头转变成了一个价值投资者。我真正的财富密码，其核心逻辑只有一条：用买废铁的价格去收购未来巨头的股价。这个逻辑是在几十年后才会成型，由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沃伦·巴菲特发扬光大的思想——价值投资。其核心概念在于，他第一次将投资和投机彻底划清了界限。在1929年的狂热中，人们关心的只是股价未来是否会大涨，即市场的情绪；而价值投资关心的是这家企业到底值多少钱，是企业的事实。我拿着做空赚来的巨款，和早已对我深信不疑的阿瑟，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在低迷的大环境中，系统性地构建起了3种资产。首先，买人性的需求。我大量买入可口可乐和宝洁，因为无论经济再差，人们还是要寻求廉价的快乐和保持基本的体面，尤其在经济下行期，人们更需要低廉的价格就能实现的及时满足，以及对自己生活仅存的一丝掌控感。其次，买技术专利。我们收购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和专利，但因萧条而濒临破产的公司。我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了 RCA， 我看中的不是它暂时的股价，而是它几乎垄断了当时整个无线电广播行业的核心专利技术。工厂可以停工，工人可以失业，销售可以归零，但那一份份锁在保险柜里的专利文件所赋予它的是合法垄断权，是经济危机无法摧毁的。这意味着，只要未来人们还需要收音机和远程通信，那么都必须向 RCA 支付高昂的专利税。而这些无形的东西在恐慌中一文不值，但只要经济复苏，这将构建起真正的垄断优势。最后，买国家的未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即将上台推行新政，国家将大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于是，我们低价收购了大量靠近交通干线的土地，以及那些生产水泥和钢铁的公司债券。这个过程同样需要巨大的耐心。市场在底部徘徊了整整3年，每一天，报纸上都充满了坏消息。但我的内心清楚，这是在用几分钱去购买未来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的东西。市场固然会面临短期波动，但只要掌握了上述3个核心逻辑，我们就可以通过复利将财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至此，我的穿越之旅结束了。我之所以要用如此长的篇幅带大家重温这段往事，是因为1929年的阴霾从未真正离开。如果想要对抗风险，我们必须要调整1932年的投资策略和原则。
首先，聚焦于人性的恐惧。1932年，我们投资于人性的需求，这个原则在今天将被分化为2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它们都源自于人性当中的恐惧，但驱动逻辑却完全相反。策略 A， 投资于对生存的恐惧，这源于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本能，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人们都必须购买食品、药品和日用品。投资这些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公司属于防御性策略，它的增长可能不会很快，但因需求稳定，所以能在经济下行时提供保护，让投资组合更稳健。策略 B， 投资于对群体认可缺失的恐惧，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恐惧，害怕自己变得普通，不被注意，不被认可。这种恐惧驱动人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功能性，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富、地位或品位，从而被群体看见和认可。投资这类公司是压注于人们追求社会性认可的心理，但由于这种需求受到经济和流行文化的影响，所以相应的风险也更高。其次，寻找生态壁垒。在1932年，我们投资那些拥有技术专利的公司，而在今天，则是那些用用户最难以离开的生态壁垒。例如苹果公司的 iOS 系统、微软的办公全家桶、亚马逊的会员服务等，他们通过提供强大的便利性和个性化的统一交互界面，将用户深度绑定。这种极高的转换成本就是他们的核心壁垒，但相应的，这些公司最强的优势也正在转变成他们最致命的弱点。首先是他们的内部威胁，技术颠覆的风险。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不代表永远高枕无忧，当新技术的浪潮来临时，旧的生态堡垒可能一夜之间变得毫无意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Meta， 它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社交生态，但在压住下一代平台元宇宙时，却遭遇了严重的用户增长瓶颈。即使强大如 Meta， 也可能错判未来。用户不会因为习惯了它的旧产品，而理所当然地走进它的新时代。其次，外部威胁，反垄断的风险。这些公司用来锁定用户的手段，恰恰是各国政府眼中的垄断行为。例如，美国司法部对苹果提起诉讼，控诉其利用 iPhone 的生态系统打压竞争，维持其智能手机的垄断地位。这种控诉一旦成功，可能迫使公司开放其封闭的系统，从而瓦解整个生态的链条。其三，识别当代的军火商。1932年，我们投资于为国家重建提供基础材料的公司，这个逻辑永不过时。今天，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蓬勃发展，而英伟达的 GPU、台积电的芯片制造、阿斯麦的光刻机，就是这个时代的军火商。他们为所有的参赛者提供武器，无论谁最终胜出，军火商的生意都络绎不绝。然而，当战争的形态改变，旧的武器就会被淘汰。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光纤和路由器，在 AI 时代让位给了 GPU。那么，当量子计算或神经形态芯片成为现实，今天的 GPU 是否也会沦为历史的陈列品？而真正的智慧在于，不仅要识别当下的军火商，更要预见下一场战争可能的形态。市场是一个关于周期的故事，游戏从未真正改变，但玩家却在不断轮换，而最终的赢家赌的往往不是某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的预判。感谢命运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相遇。这里是金猫桃史，我们下期见。